一个人可以坏到什么地步？他竟然当着别人丈夫的面掀开了女人的裙子。男人让他住手，他竟然觉得这是在威胁他。男人赶紧解释，但似乎已经来不及了。对面掏出了配枪，他得意地笑了，一把抓过女人，拉到了怀里，挑衅一般看着女人的丈夫乔恩。紧接着，他开始撕扯女人的衣服。乔恩没有动，他还要保护儿子，但是低声用家乡话告诉妻子咬他的耳朵。局势逆转了过来，但是作为刚到这里不久的移民，乔恩并不想弄出人命。他让儿子去捡掉在地上的枪，结果给了对方机会，一把刀抵住了儿子的咽喉。这人又开始嚣张起来，他同样拿出了2把枪，并要求乔恩5秒钟内滚下马车。儿子在别人手里，他不敢冒险，但如果跳下去，家人更有可能没命，这是一个无解的选择。就在乔恩纠结时，这人突然上前把他推了下去，猛烈的撞击让他头晕目眩。但是乔恩赶紧稳定身形，一刻不停向着马车追了过去。可2条腿怎么可能跑得过4条腿加2个轮子？虽然他拼尽了全力，却也只能看着马车离自己越来越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突然愣住了，紧接着就是疯了一般跑了过来。那是他10岁的儿子，此时已经没有了一丝呼吸。太阳穴上那黢黑的枪口清晰可见，乔恩的心都碎了。抱着儿子不愿松手，但是他不能久留，妻子还等着他去救。乔恩抱起儿子，顺着路往前走。不远处马车停在那里，地上躺着2个马车夫的尸体，马车里隐隐约约还传来那畜生的声音。乔恩缓缓放下儿子，捡起地上的长枪，然后悄悄向着马车靠近。他看到了马车下放风的人，乔恩蹲下，缓缓举起了枪。这人裤子都没提就跳下了马车，他想逃，暴怒的乔恩怎么可能放他走？他还想求饶。乔恩一共开了8枪，这个人渣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可乔恩的家人呢？时隔多年，第一次再见到妻子和儿子，本想叫他们来一家团聚，没想到竟然就这样天人永隔。他把家人带回了家。好兄弟皮特回来后看到了让人悲痛的场景。当他听说凶手已经伏法后，皮特也没再说什么，只能安慰乔恩节哀顺变，因为在这乱世，人命本就不值钱。可乔恩不知道，他这次闯了大祸。那个被他8枪送回老家的人渣，是方圆几十里最大黑帮老大德拉鲁的亲弟弟。他人强马壮，小镇的镇长看到他都要点头哈腰。当德拉鲁看到弟弟的惨状，立刻要求镇长基恩以及警长马利克中午12点前必须查出凶手，要不然就交出2个村民来暂时抵债。面对德拉鲁如此不公平的做法，镇上的人竟然没有一丝敢反抗的想法。在基恩和马利克的牵头下，交出的第1个村民是一个老奶奶，因为她年龄最大。第2个是一个失去双腿的男人，因为他对小镇来说没什么用。紧接着轮到老奶奶。周围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。可是德拉鲁还没有消气，他扫视了围成一圈的民众，然后毫无预兆朝着一个人开了一枪。无辜的人遭受无妄之灾，没有一个人敢多说一句话，他们害怕下一个会轮到自己。紧接着德拉鲁借着这个机会，把这个叫做黑溪的小镇保护费从每个月80块直接提到了160，直到小镇能交出凶手为止。这是明晃晃的敲诈，但是包括镇长基恩和警长拉利克在内的所有人，没有一个人敢反对。德拉鲁走后，小镇回归了暂时的和平生活。直到这天，乔恩和皮特一起来到了这里，看到这2个外来人，分明立刻意识到了什么。这女人立刻去找马利克，乔恩2个人还不知道已经被盯上，按照从前的规矩去和基恩做交易。乔恩和比利背井离乡出来淘金，几个月的收获一共换取了150块的报酬，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基恩提议乔恩把钱藏在靴子里，毕竟外面并不太平。乔恩走出了建筑，发现刚才还热闹的小镇现在虽安静的有些诡异。他意识到了不对，骑上马准备离开。可在小镇的每一个出口都有几个人在堵截。乔恩这时想逃，似乎已经来不及了。
他被抓进了小镇的监牢，皮特也没能逃出去。看他的样子似乎受了伤，不过负责抓他的人还要更惨一点。乔恩向马利克求情，放了皮特，他没有参与，跟他没关系。可马利克并不同意，德拉鲁那边死了2个人，必须用乔恩2个人的命来填。马利克还假模假样的表达了抱歉，他这样做也只是在自保。可他面对乔恩和皮特2个没什么势力且善良的人，选择重拳出击；但对于德拉鲁这样的坏人，他却一再选择忍让，只希望自己的妥协能换来短暂的平安。看起来他们也是可怜人，只想着能活下去。其实就是火还没有烧到他们自己，村民像牲口一样被杀，他们眼睁睁看着，要么事后点个蜡烛祈祷一下。明明手里有枪，人数也比德拉鲁多得多，但是他们就是不敢反抗。说白了，他们只是一群只会欺负老实人的懦夫罢了。天亮后，德拉鲁的人准时到来，直接把乔恩从牢房里抓了出去。外面所有的村民早已聚集在了这里，他们看到乔恩被抓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们终于可以撇清关系了。乔恩被带到了德拉鲁这里，只剩半条命的他被吊在了木桩上，他将在这里暴晒7天，然后才会遭到处决。乔恩试图解释发生了什么，但是德拉鲁不管那些，其他人的命怎么可能跟他的弟弟相提并论？中午的太阳热辣滚烫，乔恩已经严重脱水。这时基恩驾着马车赶了过来，他表面上是恳请德拉鲁把乔恩的靴子送给他，其实基恩知道乔恩拼命换来的辛苦钱就藏在靴子里。此时小镇的监牢里只留下1个人在看守皮特，并且还是那个受伤的人。皮特故意背对着他，然后开始嘲讽自己应该把这人的牙给打掉，那样看起来就更像一只猪头了。后来他表面上是恳请德拉鲁把乔恩的靴子送给他，其实基恩知道乔恩拼命换来的辛苦钱就藏在靴子里。此时小镇的监牢里只留下1个人在看守皮特，并且还是那个受伤的人。皮特故意背对着他，然后开始嘲讽自己应该把这人的牙给打掉，那样看起来就更像一只猪头了。本来就一肚子火的这人，听到皮特的嘲讽怎么受得了？此时德拉鲁这边，他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弟弟的妻子。看他那满足的样子，弟弟被杀他反而最高兴。外面大雨磅礴，乔恩吊在这里已经整整1天。皮特找了过来，他隐藏在暗处，轻松解决了1个人。另一个守卫发现同伴不见了，他赶紧找了过去，在一间烧毁的房子里看到了同伴的尸体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皮特突然出现，从他身后抹了他的脖子，然后一刻不停救下了乔恩。女人什么都看到了，但她却没有阻拦。皮特准备离开，不远处2个人走了过来，他赶紧扛着乔恩躲在了废弃房子里，然后看准时机。所有人都被枪声惊动了，皮特赶紧骑着马逃了出去。只是乔恩只剩下半条命，不久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，身后的追击很快就会到。无奈之下，皮特把乔恩藏在了一块巨石后面，给他留下一把枪，然后自己去引开追兵。天很快亮了，乔恩从昏迷中悠悠转醒，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水喝。这时突然传来了马蹄声，他赶紧躲了起来，拿来长枪戒备着。德拉鲁一行人没有发现他，可乔恩却看到了让他心碎的一幕。他的兄弟为了救他被德拉鲁杀了，乔恩愤怒到了极点。西米早把德拉鲁宰了无数遍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养好伤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乔恩来到了一处人家，女主人正是被德拉鲁枪杀的无辜男人的妻子。看到乔恩拿着枪，女人立刻戒备，只是乔恩不顾射到脚下的子弹，径直来到了水井旁。他太渴了。女人阻止了他，井里面打的水不能直接喝，因为沾着油。女人救下了乔恩，给他准备食物。他知道乔恩是对抗德拉鲁的好人，稍微恢复了些体力。乔恩找到了基恩这里，他要拿回自己的靴子。这个老狐狸吓坏了，赶紧听话的照做。乔恩却没有放下枪，他从女人那里获知基恩买了属于女人的土地，没有签署契约，并且是以极低的价格。原来基恩一直在跟德拉鲁勾结，试图把小镇的人全部赶走。因为小镇下面蕴藏着价值不菲的石油，德拉鲁已经跟炼油公司达成合作，赶走小镇上的人，霸占这片土地，到时他就能赚得盆满钵满，基恩也能从中分一杯羹。这个老狐狸把小镇的人全都给卖了，乔恩也不惯着他，胁迫基恩躺进了自己打造的棺材里。随后基恩来到小镇的杂货铺，就是那个无辜老奶奶的孙子这里。
乔恩装备了需要的东西，小伙知道他要去对付德拉鲁，自告奋勇加入，可乔恩拒绝了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第二天，一辆马车突兀地出现在了德拉鲁这里，马车上没有人，只拉了一副棺材，所有人严阵以待。德拉鲁拦下马车，打开棺材，基恩就躺在里面。德拉鲁知道这是乔恩在给自己下战书，他刚准备有所行动，突然发现不远处的空地上冒出了滚滚浓烟，刚要带人过去查看，枪声突然响起。不过那枪法确实不敢恭维，是男孩真的来帮忙了。就在这时，德拉鲁发现谷仓着火了，声东击西的目的达到，小伙赶紧骑上马离开了这里。不再理会逃走的小伙，赶紧冲向谷仓救火，只不过乔恩早就在这里等着他们了。另一个人冲了出来，乔恩没有任何犹豫，也送他回了老家。直到这时，德拉鲁依然不慌，他从来没把乔恩放在过眼里。解决完谷仓的人，乔恩迅速转移位置，小伙也绕后爬到了房顶，他盯上了一个目标，但是楼下的人也注意到了他。小伙毕竟经验不足，虽然他占据了有利位置，但是率先开枪却没能击中对方的要害，并且还暴露了自己的位置，再想转移却被一枪击中了小腿。楼下的人也趁机摸了上来，他站到了小伙趴着的地方，对着天花板扣动了扳机。知人得意的很，只是还没等他高兴，一股液体顺着弹孔流了下来，那是煤油，煤油刚好落在他抽的烟上面，大火瞬间燃起，几秒钟就把他的全身点燃。同伴不愿看他受苦，直接崩了他。此时外面隐藏的乔恩看到了从房子上掉下来的小伙，他已经牺牲，现在只剩下乔恩自己一人奋战了。此时楼上的房间被大火吞噬，这大胡子挟持着女人逃了出来，乔恩立刻抬枪瞄准，一发入魂精准命中，大胡子从2楼摔了下来。但是他皮糙肉厚，没什么大事，不知道赶紧跑，还想着反击。躲在暗处的乔恩只能送他回了老家。不过也因为这样，他的位置暴露了。旁边的光头连开3枪，击中了乔恩的小腿。机会难得，光头赶紧追了上去。找到破败的房子里，一把长枪掉落在地板下面。他顺着长枪后边的位置连续开枪，直到再听不到一点动静。他壮着胆子弯下腰查看，谁知道光头吃痛逃走，乔恩立刻追了上来，没有任何犹豫把他放倒，然后追上去拿出短刀，瞬间结果了他的性命。不想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一直没有露面的德拉鲁，在6个手下全部丧命之后，他终于出手了。现在他就像个胜利者一样，满脸的自信。不过德拉鲁承认自己低估了乔恩，正准备动手。竟然是女人。作为德拉鲁的弟媳，女人一直以来都被2兄弟控制折磨，现在终于找到机会，她肯定不会放过。随后女人举枪对准了乔恩，思索之后她又放下了，毕竟他们2个都失去了太多，也有着共同的敌人。一切尘埃落定，不远处一行人突然来到了这里，带头的是警长马利克。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清理了压在他们头上的恶霸，现在他站了出来，想接收这一切的成果。不过乔恩和女人没打算把成果拱手相让，马利克眼见计谋没有得逞，只能带着人悻悻地离开了。乔恩也没留在这里，他和女人一起骑上马，离开了这片没有任何情感的土地。